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想向大家介绍由和田秀树先生所著的《60岁后的外貌障碍》这本书。本书适合那些不仅想改善外貌，还希望提升整体健康状态的人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欲望能让外貌变年轻；第二，让外貌变年轻的食物；第三，让外貌更有型的生活方式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欲望能让外貌变年轻。在步入60岁以后，外貌差异在同龄人之间开始变得越来越显著。有些人显得特别苍老，而另一些人则看起来更年轻，有时候甚至会令人感到羡慕。外貌老化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欲望的减退，而这种欲望的下降与大脑的老化密切相关。作者指出，掌控欲望的前额叶从40岁开始就会逐渐萎缩，而外貌是影响欲望的关键因素之一。当一个人对外貌失去关注时，他们的老化迹象便会更明显。男性通常在退休后会显老，因为不再需要经常穿着西装，他们更多时间都是待在家中，穿着宽松的居家服。这样做会导致他们慢慢忽略掉自己的外貌。而女性则往往在育儿结束后开始显老，随着孩子的成长，与其他孩子家长的社交会逐渐减少，化妆和打扮的机会随之减少，对外貌的关注也会逐渐淡漠。那些始终保持想要年轻的欲望的人，往往不仅关注自己的外貌，还会积极锻炼身体和大脑，努力抵抗衰老。反之，丧失掉这种欲望的人，外貌和身体都会加速老化。作者还强调，异性之间的兴趣也是保持外貌年轻的重要因素。我想问一下大家，您最后一次恋爱是什么时候呢？如果婚后不再有类似的恋爱体验，难免会有些遗憾。作者并非鼓励出轨，而是建议夫妻一起打扮外出，保持恋爱的感觉，即便还是单身。许多人到了年纪大了，外貌开始老化时，便放弃了恋爱的可能。然而，即使到了70岁，也不应轻言放弃恋爱。当有喜欢的对象时，人的欲望和体力都会提升，恋爱甚至可以延缓身体整体的老化。作者认为，通过时尚打扮可以有效地让外貌变得年轻。得体的穿着能让人意识到自己处于他人的注视中，从而产生适度的紧张感。对于男性来说，西装是年长者不显老的最佳选择。即便60岁或70岁，穿上合身的西装，走在街上依旧会显得潇洒帅气。反之，廉价的西装则达不到这样的效果。作者建议穿上优质的西装，搭配高档的领带，戴上一顶合适的帽子，这样的搭配肯定会让人觉得，这位老先生真是风度翩翩。对于女性而言，优质得体的服饰也是保持外貌年轻的秘诀之一。一些得体的服饰往往与一定年纪的气质相符，年轻的面庞反而驾驭不了。而穿着得体服饰的女性则往往显得年轻。作者强调，年纪越大，越应该注重穿着。在年轻时，即便穿着随意破旧的牛仔裤，有些人依然能显得很酷。但随着年纪增长，外貌上的时尚感更多需要通过衣服、配饰和手表等外部条件来提升。因此，作者建议，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应当多在服装上投资。毕竟未来的几十年，为什么不让自己比年轻时更时尚、更有型呢？这样的欲望正是打破外貌年龄障碍的关键所在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让外貌变年轻的食物。第一个要点是，外貌衰老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营养问题。作者指出，在65岁以后，最好不要过度追求健康饮食。他观察发现，许多外表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年轻的高龄者，血压和胆固醇水平通常略微偏高，而那些外表显得苍老、皮肤松弛或身体萎缩的60多岁患者，往往存在着蛋白质摄入不足的问题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许多人开始选择清淡的饮食，这就导致了蛋白质的摄入不足，直接影响了肌肉和皮肤的构建。结果，
外表年龄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老的人，通常是因为选择了让自己加速老化的饮食习惯。蛋白质不足不仅会导致肌肉的流失，还会增加皱纹。蛋白质的摄入标准是每公斤体重摄取1克。例如，体重60公斤的人每天需要摄入60克蛋白质。通常认为，100克肉类里约含20克蛋白质，因此要依靠肉类来补充蛋白质的话，每天大约需要吃300克肉类。如果完全不吃肉类或其他动物性食物，那就几乎无法摄取到足够的蛋白质。美容专家还指出，除了皱纹之外，皮肤和头发失去光泽，指甲出现纵纹，也是蛋白质摄入不足的信号。由于蛋白质优先用于维持生命所需的器官，皮肤、头发和指甲的营养供给则往往会被忽视。第二个要点是，食物纤维和抗氧化物质能预防癌症。癌症是现代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。预防癌症的关键在于提高免疫力，因此现代人尤其需要通过食用肉类来补充免疫细胞所需的胆固醇。另一种提升免疫力的重要食物就是蔬菜。蔬菜富含食物纤维，而食物纤维可以滋养肠道菌群，帮助改善肠道环境，从而提高人体的免疫力。不仅仅是蔬菜，蘑菇和海藻类食物同样富含食物纤维。适量食用这些食材有助于增强免疫功能。此外，许多颜色较深的蔬菜如青椒、番茄等，含有抗氧化物质，这些物质能够帮助我们预防癌症。当细胞氧化时，基因容易受损，增加复制错误的风险，从而导致癌症。虽然人体会自行生成抗氧化酶来防止氧化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这种酶的生成会逐渐减少，而蔬菜中的抗氧化物质可以填补这一不足。因此，对于癌症发病率较高的现代人来说，食用蔬菜尤为重要。然而，过于追求健康饮食容易走向极端。很多人在听说蔬菜有助于预防癌症后，便减少了肉类的摄入，将饮食重心完全转向蔬菜。其实，肉类中的胆固醇对增强免疫力同样至关重要。因此，首先要确保摄取足够的肉类和鱼类等主菜。蔬菜可以作为配菜适量补充，不宜舍本逐末。从老年医学的角度来看，年龄越大，饮食中食材的多样性就越重要。因此，作者建议老年人多利用外出就餐的机会。例如，自己在家做鸡肉时，通常只会吃鸡腿或鸡胸，而不会吃内脏。但在烤肉店等外食场所，可以尝到鸡的各种部位，包括内脏，这样能够补充平时饮食中缺乏的营养。此外，外出就餐还能让您尝试平时不常吃的食材，给日常烹饪带来更多灵感，丰富家中的菜肴种类。最后是第3部分，让外貌更有型的生活方式。正如第1部分所提到的，最关键的一点是，永远不要放弃保持年轻的欲望。掌控欲望的脑部区域前额叶皮质从40岁左右开始逐渐萎缩，而欲望对外貌有着最直接的影响。因此，保持积极的生活欲望对于外貌的年轻化至关重要。为了防止前额叶的老化，我们需要时刻保持对生活的追求，避免欲望的消退。与此同时，不要压抑对恋爱和浪漫的渴望，这些都会帮助我们保持年轻的心态和外表。然而，即使有这样的愿望，社会中却常常充满一种不支持老年人追求年轻外貌的氛围和压力。例如，当有人通过美容手术去除皱纹时，可能会被说那个人是不是整形了；或者，当有人戴假发遮掩稀疏的头发时，可能会遭到那个家伙戴了假发吧的嘲笑。这种评价好像他们做了什么不对的事似的，而实际上，这些不必要的负面评价就是所谓的外貌障碍。面对这些不合理的阻碍，我们应果断去跨越。关键是您自己是否对镜中的形象感到满意。如果您对这些外貌障碍感到犹豫，不妨大胆去尝试。作者认为，人生总是充满了选择，许多人在年纪大了之后，常常会后悔当初没有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。
但这种后悔只是对过去的沉迷，无法让您着眼未来。这种心态很容易导致心理和外貌的快速老化。如果您不希望被岁月侵蚀外貌，那就开始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方式。只有行动起来，您才能摆脱衰老的状态。即便是在70岁时觉醒，您仍然有10到30年的时间活得充实、年轻。穿上您喜欢的衣服，选购让您心动的配饰或手表。如果您热爱汽车，那就开一辆您喜欢的车，追求那些能让您热血沸腾的事物吧。当您看到自己外貌变得更加年轻，内心的欲望也会随之被激发，你会更加积极地走出家门，接触更多的人和事。与此同时，这也会刺激您的大脑，帮助您保持大脑的活跃，从而降低患认知症的风险。为了避免成为步履蹒跚的老年人，跨越外貌的障碍，追求年轻与健康的生活吧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